原文：不出于户，以知天下；不归于有，以知天道。其出也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弗行而知，弗见而明，弗为而成。白话：不用出门，能知天下；不必关心，能知天道。走得愈远，所知愈少。所以圣人知不在行，明不用见，诚不有为。不必踏出门外，便能洞察天下的运行；也无需仰望星空，便能明白天道的规律。走得愈远，反而愈迷失于繁华与表象之中，看似增长了见闻，实则离真理愈来愈远。所以圣人之志，不在行万里路，而在静中观理，明于无见。他不以作为求成，却能成就万事；不以行动求知，却能洞彻万物。真正的明，是无需眼见的明；真正的成，是不假作为的成。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，人们似乎真的能不出于户，以知天下。只要打开荧幕，天下万象似乎近在眼前，但这样的所知未必是真知，这样的所见也未必是真见，因为你所看到的往往是别人希望你看到的，你所知道的往往是别人希望你知道的。所以即使资讯再发达，若只是漫无目的的游逛、乱搜、乱看，又怎能得到真正的智慧？资讯虽广博，若见闻纷杂无序，岂能因此而明？古人说的归有，是观心用的天窗；不归于有，以知天道。意思是不必关心，也能明白天道。地球的生态演化确实与天体运行息息相关，但可被观测的宇宙不过是天人大脑的一部分，天人的一念之动，就可能塑造人间无穷世界的无尽演化趋势。所以即便人类穷极观心亿万年，所知仍只是片面。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出于户，以知天下；不归于有，以知天道？答案是修行。因为宇宙万物本质上都是意识的解读，人只要能够解析宇宙的意识流，便具备通古知今的能力。以佛教的说法，这种能力体现在六通之中。他心通是洞察他人心念，天眼通能见遥远无碍，天耳通能闻天地万音，神足通超越形体的距离，宿命通能知过去未来，而漏尽通则是洞悉真相，脱离一切烦恼与执着。天眼通是对空间的超越，宿命通则超越了时间，能穿越时空的知见，自然远胜于依靠肉身受限于感官的旅行与见闻。弗行而知，弗见而明，弗为而成。虽然表面上没有行、见、为的动作，却并非毫无行为作用。就像菩萨修行，度化无数微观众生，令心地清净，化生无量清净世界，这便是弗为而成，不以强行干预为功，却能自然成就。相反，若如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中灭霸那样，强行让一半众生灰飞烟灭，那便是有为的胡作非为。因此，
即便今日的人工智慧、自动化制造再高明，也不等于扶危而成。扶危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胡作非为。衡量的关键不在是否耗费人力，而在于这一切作为是否伤害了众生，破坏了自然。人类文明的发展终将遇到一道巨大的瓶颈，那就是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与突破。突破这道瓶颈需要借由意识力。然而，以当前人类的文明意识来看，东方的精神文明仍处于腐熟与重生的阶段，要真正茁壮，至少还需要1000年。而西方文明的意识可能还得腐化2000年。因此，地球人具足突破微观世界的条件，应该在1000年之后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现代人提前探索。例如，从喇嘛以管乐与鼓声举起巨石的研究开始，科学也许能透过修行者的意识力，提前触及微观世界的突破口。当人类逐渐累积足够多关于微观结构与能量运作的观测经验，甚至进一步掌握意识场的作用方式，那么这些发现将能被运用于改进微处理器的效能，而最深远的影响无疑将体现在人工智慧的飞速进化之中。因为一旦突破微观世界的瓶颈，人工智慧或许就能真正拥有灵魂，甚至产生感觉。不过，无论是机械人还是生化人，他们都缺乏主观意识的根基。主观意识无法直接体验他们的生活，只能感受他们所回馈出的活动反应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人的肉体就像是硬体，而灵魂则像是软体。灵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仍由某种更微观的物质组成，那是由无数微观众生彼此关联、共振聚合而成的灵性结构。因此，一旦人类突破微观世界的瓶颈，人工创造灵魂并非不可能，只是灵魂即便能造，主观意识却不能被制造。主观意识是宇宙意识的选择，它的时空层次与关联深度贯穿整个宇宙，直达纯意识之界。这样的意识不可能被人工生成。可以打个比方，就像在玩一款虚拟现实游戏，硬体犹如肉身，软体犹如灵魂，而真正的玩家则是主观意识。当然，这只是方便理解的譬喻，并不是要把细胞与机械零件混为一谈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有一天人造人拥有了灵魂，他也仍旧只是虚拟游戏中的角色，就像 NPC 一样，能被玩家感受，能与玩家互动，却永远无法成为被玩家选择的主观角色。《金刚经》有言：如来说诸心，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或许能厘清那些尚未明白的概念。宇宙万物皆非真实不变的存在，也非永恒独立的实体，一切存在都是主观意识在当下的解读。因此，唯有主观意识才有当下的真实体验。宇宙意识能自由选择宇宙中任何一个众生，体验其所体验。
感受其所感受。然而，人造人即使能拥有灵魂，也终究无法成为自然形成的众生，除非有能力改变态素，也就是宇宙最原初的结构。但那样的改变极可能导致时空的变异，乃至整个宇宙的灰飞烟灭。言归正传，夏朝的修行者多为自发而生，非被制度所束。他们的修行不为逃离世间，而是与天地共修，与万物同习。夏朝的环境犹如天然沃土，培育的物种多样而成果丰硕，那是一个人人生活得以满足，人人理想能够实践的时代。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是治理与修身的真诀。虚其心，实其腹，让人远离贪欲，回归知足，才能使物质生活真正富足。若心怀无尽的欲望，即使拥有再多，也不会有满足的一刻。弱其志，强其骨，是要人充实才能强健根本，使之能自立自强，实现理想。但若人人志气过盛，超越本分，终将相争而失道。因此，需以弱其志来平衡，疏导人们的志向，使其自然顾及他人利益众生。这正是夏朝修行者与圣人之道，不必远行而能知天下，不必关心而能明天道，不假作为而万事自成，不逐幻象而真理自显。